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古偶都在撒糖时，我却在诚意的破碎感美学里哭到脱水。4年后回看这部过气古偶，我发现了诚意封神的秘密。当与君歌的片头曲再次响起时，我的手指悬在倍速键上，犹豫了3次。这部曾被贴上烧脑费眼泪标签的作品，在4年后依然能让人沉浸式体验朝堂博弈的窒息感。诚意饰演的祁砚从龙椅上投来的那束目光，依旧刺得人心间发颤。在这个流水线生产古偶剧的时代，回看此剧，突然发现主创们早就预判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当其他剧组还在批发工业糖精时，与君歌早已把朝堂风云烹制诚意中需要细品的功夫茶。宦官专权的紫微城就像个高压锅，每个角色都在沸腾的阴谋里煎熬，而祁砚恰似那根既要承受高温又要维持平衡的银针。我至今记得诚意在第23集教科书级的表演，当祁砚发现最信任的侍卫竟是卧底，他的瞳孔先是收缩成针尖，继而漫上一层自嘲的水雾，最后定格成带着血丝的冷笑。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，却让观众跟着体验了把剜心之痛。这种痛到极致反声效的表演哲学，让多少号称大制作的剧集相形见绌。比起现在流行的高冷仙尊模板，祁砚这个角色简直像件汝窑瓷器，布满令人心颤的冰裂纹。玄色龙袍裹着单薄身躯，玉冠竖起3000烦恼丝，就连擦剑的姿势都像是精心设计的行为艺术。诚意赋予角色的破碎感美学，让权谋戏码平添几分凄艳。你明知道他在布局算计，却忍不住想伸手接住他眼角将坠未坠的泪。重刷时注意到许多当年忽略的细节，祁砚的茶具从青瓷换成白陶，暗示着他从提线木偶到执棋者的蜕变。与女主的每次对视都藏着双重密码，既是心动也是试探。最妙的当属一赵疑云这条草蛇灰线，每次反转都像在观众心里投下块巨石，激起的涟漪能荡漾好几集。4年过去，当古偶市场被流水线生产的天花板们占据时，我反而更怀念这种需要动用脑细胞的作品。诚意用事实证明，真正的好角色历久弥新，就像他藏在广袖中的那柄软剑，初看知觉惊艳，细品方知淬炼过多少血泪。所以别问值不值得重刷，就问你的心脏准备好再经历一次美强惨的暴击了吗？